主子，咱们当真要回朔溪啊？假的。那您怎么？哦，沈娘子的花影图像为何还未送到？这沈毅出逃前就已遣散下人，沈娘子又一直随附在任上，进京时间不长，又从来不参加诗会和花卉，整个京城当真无人见过她真容啊。性子是颇为相似，容貌就先不管了。命英总沿河搜寻其行迹，事无巨细，皆速报来。是。有人在此趁夜窥视九娘子，主子是如何知道的？这泥痕是木屐踩踏而成，依据这根木屐齿长度，此人应该是身高5尺7寸左右的男子。再看这木屐方向，那人当时正面向厅来。那时间为何是晚上？昨日有时曾下过一阵雨。若是在此之前窥视，便不会穿木屐，这泥痕也早就被雨水冲刷干净。传令引妻，速入荆州。是。这府里的药房为何有这么多吃外伤的药材？我也不知道，府里的药材都是老夫人在管着的，那些名贵的药材只有主子们才能用。救急救命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娘子，别去了吧。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帮忙！娘子，翻过来！来晚了，人已身亡多时，去叫人。啊！来人啊！有人落水了！叶，怎么会是他？你认识他？她是老夫人房里的2等丫鬟。你又是何人？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是娘子，我把人叫来了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娘子，这位是您的堂兄，三房的厉二公子，不常在家的那个。哦，二哥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二哥莫怪。啊，哪里，不敢。二公子，九娘子，等等，先报官，等仵作勘验完再做处置。是。刘管家，莲叶，九娘子，此处的事由小的处置，你和二公子都请回吧。你打算何时报官？
这莲叶是老夫人跟前的2等丫鬟，小的总得向老夫人请示之后才能行事。啊，九妹妹，府里的事一向是老夫人做主的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这雨下的这么大，二哥先送你回去吧。娘子，那就辛苦刘管家了。二哥，药给我吧。二公子，您累了吧？奴婢给您擦擦汗。不，没事，二公子，奴婢给您擦擦吧。真没有。二哥，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。杨梅床，求一仙妹妹救我一命吧！二哥今晚一路跟踪我，是为了让我给你治病。你怎么知道我跟踪你？你不说就请回吧。九妹妹，我真的没有一丝恶意。我在你院子附近转了半日，始终不敢开口。后来见你出门，我就昏头昏脑的跟上去了。坐下说话。哦，不用。九妹妹，我知道我是个没本事的庶子，不配让你诊治。我这脏病，更不该脏了你的眼。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这事若是传出去，我就算是活着，下半辈子也全完了。求九妹妹看在儿时的情分上，救救二哥吧。把手给我。发病多久了？是3、4日。你可知是何人传给你的？就是外面的谣。哎呀，九妹妹你就别问了，省得污了你的耳朵。这次我若是好了，定然洁身自好，再也不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了。二哥心里应该知道，这病极为凶险，我也不能保证一定治得好。只要九妹妹肯救我，我便万分感激，不敢再有奢求。二哥，眼下我这儿也没有合适的药材，你不妨明晚这个时辰再来。那就多谢九妹妹，九妹妹以后有事但请吩咐，二哥一定万死不辞。二哥只要告诉我这府里何处种了紫竹就行。那个水池后面就是紫竹林，九妹妹可是忘了啊？二公子，我家娘子在府里住着的时候还不到5岁呢。我只是依稀记得见过紫竹林，但忘了在何处。这府里除了紫竹林，别处便再无紫竹了。不过九妹妹，你可千万别往那里去，祖母早就下了禁令，没她的允许，谁都不得私自进紫竹林的。为何？九妹妹你就别问了，这府里的事儿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我先走了。主子，霍大人有事禀报。知道了。秦老夫人既有意掩盖，想必此处也收拾过，不必再枉费力气了。殿下，柳氏生前的衣服已经找到了，被他埋在了后院。你看到死者时，他躺在何处？就躺在那里。你说说，他的头和脚都在何处？海峰，按他说的做。啊！
在这边一点的，头朝着左边，身子侧躺在地上，脚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头在地上。这几处树藤是被折断的，应是柳氏挣扎留下的痕迹。你们可收拾过此处？老夫人让奴婢们将姨娘搬回去换了身衣裳，然后把这里的土灰和叶子都扫走了。当时地上有一道拖痕，从这里到那里。主子，属下可以起来了吗？起来吧。谢谢九娘子。这是死者的手帕吗？上面可是他的针法。看针脚像是姨娘的活计，但姨娘嫌素白晦气，贴身东西从来不用这个颜色的。那为何将这帕子与死者的衣物埋在一起？这帕子是奴婢在给姨娘换衣服时，在她怀中发现的。奴婢心中慌乱，就一起埋了。是男子的汗味，应是与柳氏相间的信物。可这汗味如此之重，不像是富家公子的做派。难道是情杀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曾经见到刘春和柳氏一同出现在紫竹林。立刻令人将刘春关押起来，待我审问，将这侍女押回府衙。是。走。行凶人应是从背后拉住八姨娘，沿着这道拖痕拖至断藤处弃去。此处叶片已经荒废，行凶人定是在此处站了许久，才会把叶片踩成这般模样。他若藏身于此，夜间是绝技发现不了的。他若要从背后拖住八姨娘，柳氏应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枝叶繁茂，凶手现身时很难不发出声响。柳氏身在此处，听见背后传来异响，定会回头。凶手很难从背后一击得手，除非柳氏认识此人，才没有惊叫出声。又或者，行凶人对他说了什么，让他不敢或不愿面对，行凶人才能从容地走至他身后出手。民女多有失态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既你我相称，今后就不必改了。这不……世子殿下，九娘子，小的在初检的时候，发现死者身上有些许古怪，小的不敢擅断，还请九娘子随我一同前去验看一下。有何古怪？我这……回世子殿下，死者似是染了杨梅疮。徐鹤，如此明显的症状，你为何不敢确定就是杨梅疮？回九娘子，小的想着
她不是秦府的姨娘吗？没道理染上这种病，小的不敢妄言。身为仵作，你眼里应只有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切，无论死者身份如何，都与勘验无关。仵作虽属建议，但却不可存了自轻自贱之心，心存大义，方可眼中灼然。小的记住了。再来啊！上。柳氏既得了杨梅疮，可还能与人？柳氏发病已经2个月，身上的疮斑已蔓延至躯干，按理说不会与人交媾。那与他私通之人，病症是否会更加严重啊？未必，有些身体强壮的人，即使染上这病症，也可自愈，甚至终生都不会发作。看死者身上的勒痕，行凶人力气较大，身体定神康健。我也命人对秦府所有男丁进行检验，不管病症发作与否，一定能查到蛛丝马迹。为何不等查到手帕的主人再进行验身？我们眼下的证据尚不能确定行凶人就是与死者私通之人，如此验身未免太……因为没有证据才要验身，彻查的阵仗越大，私通之人就越沉不住气，才容易露出马脚。这叫以扣实，察而后动。刑名之事与兵法不同，如此大张旗鼓的行事，对秦府影响甚大，难免有跋扈之嫌。若是秦府真的在意自己的声誉，当初就不会带你入草芥。他们如何待我，与此案无关。只是殿下是圣上亲命的提刑安察使，甫一上任就如此行事，未免会落人口实。兵贵胜，不贵久。若能提早抓住真凶，落人口实又如何？这世子把九丫头带哪儿去了呀？你也是的，这节骨眼上，你跟琛儿拌什么嘴啊？这万一保不住孩子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就少说2句吧。九妹妹已经进二门了。哎，太好了！宗母，燕世子下令要搜检全府男丁，不论主仆全都要脱衣搜检。什么？